中医药文化从中原传入岭南后，瘴疟之地如沐春风春雨，传统中医在这里生根发芽，并逐步形成了独具岭南特色的中医药文化和中医药流派，涌现出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道医、女医、儒医、士医等。他们把名医之道发挥极致，为岭南中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留下一段段流芳百世的传奇。茂名，南中国的美丽滨海之城，很多人却不知道它的名字来源于西晋的一位道医。这位道医便是岭南道教的先驱潘茂名。西晋太熙元年，潘茂名出生于根子福山下，他年少时便拜道士为师，于后山学习炼丹和养生之法。20年后，潘茂名得道下山，他与古代先贤神农氏一样，云游四方，尝遍百草，悬壶济世，炼制丹药，在瘟疫肆虐的粤西一带救活众多百姓，深受粤西人民敬仰。为表彰他的功德，隋朝开皇18年，朝廷用潘茂名其名，命名茂名县。唐太宗贞观18年，朝廷又以潘茂名姓氏改南荡州为潘州，至茂名县。如今的茂名是下辖5个县级行政区的地级市。在中国历史上，以道家之姓摄州，以名摄县，潘茂名是唯一的一位，足可见其医病救灾的显著功绩。而与潘茂名同时期的岭南，还出现了一位精通针灸的女医家。从广州地铁的中山纪念堂站 C 出口走到地面，就能够看到越秀山路。有一座飞檐画栋的古建筑，正门牌楼的匾额道出了他的身份。在这座宫殿里供奉着一位女神仙鲍姑。鲍姑名钱光，不仅是岭南医学的奠基者葛洪的妻子，还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位女灸学家。西晋末年，葛洪在广州修道期间，拜鲍姑的父亲鲍亮为师。鲍亮是当时著名的道教徒，时任南海太守。见葛洪沉稳好学，便把独生女鲍姑嫁给了他。受父亲和丈夫的熏陶，鲍姑乐于学医从医，为人治病。三元宫便是鲍亮专门为鲍姑修建的行医之所，当时叫做月港院。院中有一口水井，鲍姑就用这里的井水洗药煲汤，精研医术，济世救人，以致被后人崇敬地称为鲍仙姑。鲍姑精通医术，最擅长的便是以红角艾灸治赘疣。他就地取材，采摘广东常见的红角艾，晒干揉烂，做成蓉状，用作壮灸。往往只需要点燃艾绒一壮，就解决病痛，因此后人又称它为鲍姑艾。鲍姑仙逝后，人们为纪念鲍姑修建了鲍姑祠。鲍姑祠经过历代多次扩建修葺，明代改名为三元宫，如今已成为广州地区最著名的道教宫观之一。
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女性医家极其罕见，盛名传世的女医家更是凤毛麟角。鲍姑在岭南树立了女性名医的遗范。岭南岐黄史上，女医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而岭南儒医也留下了瑰丽的篇章。广州中医药大学古籍室珍藏着一部18世纪的医学著作《医典》，作者何梦瑶是从童生读到进士的科班儒生。明清史研究专家荀铁军最近一直在忙于自己的系列图书《何梦瑶评传》的编辑工作。对于何梦瑶的研究，荀铁军几近于痴迷的状态。何梦瑶，字抱之，号西池，清康熙31年出生于广东南海。他自幼聪颖超群，熟读文史经典，同时还喜欢阅读岐黄著作。雍正庚戌年，他38岁时得中进士，此后大部分时间是做县令级别的地方官。他在任上时，常常是一面勤政，一面为民治病。他在广西施恩县当知县的时候，当地利益流行。他的朋友赵琳琳在为《医典》所做的序言中详记了此事。其在思恩也，利益流行，西池广施方药，饮者折起，至府册攻下奇方于诸役，存活甚众。何梦瑶一生精研医术，治学严谨，继承各派学说，取长补短，注重临床实践所获得的真知灼见。何梦瑶呢，对在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呢，他是有一定的贡献。在这个民国期间编的这个医方全书里面，两广图书局主人呢，对他的有一个很高的评价，认为何梦瑶呢是粤东古今第一这个医学国手。他的学术思想是建立在整个当时的学术界的一个医学思想的高度之上，进行充分的讨论和辨析。他有很多观点，包括对当时流行的一些用药的方法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种辩理的特点使他得到当时的学术界的一个认可，因为他这方面论理非常透彻。应该说当时医学界的中心是在江南，那么他们都很多书里面都引用了何梦瑶的观点。后来也包括日本，很多日本的医家在著作里面也都广泛引用何梦瑶的观点，说明大家都认可啊。所以在广东也认为他是岭南古往今来的最杰出的一位医学家之一。自宋代以来，中国文人士大夫普遍通晓医学，但只有那些一官一医或者由儒生转医，不仅著书立说，而且参与医疗活动、悬壶济世的，才称得上真正的儒医。在岭南中医药史上，还有一位与何梦瑶齐名的儒医，他就是晚清岭南名医陈伯谈。广州白云山基峰岭上埋葬着岭南的这位大中医。陈伯谈跟何梦瑶一样，也是一位儒医，从正经的科举场上转入从医之道。陈伯谈出生于广东新会县贫苦农家，得族亲资助入学，21岁中秀才，31岁考取举人。少年时在书院读书时，陈伯谈偶然得阅张仲景的《伤寒论》，叹为天书，从此潜心医学。但他真正和中医结缘，却始于一场鼠疫。1894年，
甲午战争爆发。就在这一年，南方的广州爆发了历史上规模罕见的鼠疫，而且久拖不退。广州城中每天都有很多患者死去。这时的陈伯谈正以秀才的身份在省城参加乡试，并以第7名的成绩高中举人。面对日益加重的疫情，不少束手无策的医生关门回乡躲避，陈伯谈却没有急着返回家乡，而是留在了广州，与3位精通医学的朋友谭兴元、黎碧流、易巨松一起加入了抗疫斗争。因为鼠疫这个病在古代的文献中是没有明确记载的，所以碰到这个病的时候呢，很多医生没有办法，也不知道应该用古书中哪一条方。但是陈伯谈他们这几位呢，因为对《伤寒》和《金匮》特别熟，他们经过反复讨论，他觉得跟《金匮》里面讲的一个病叫阴阳毒，可能跟这鼠疫是比较相近的。而《金匮》里面治疗阴阳毒用生麻鳖甲汤，生麻鳖甲汤常规量行不行呢？他们又有他们的体会，就是必须用重剂大量，尤其是用大量的生麻，这样才能把这个毒给透发出去。据说当时药店拿到他们的这个处方都有点不敢抓药，说怎么可能开这么大量的生麻？但实际效果来看，无论是陈伯谈、还有易居孙、还有黎碧流都有医案记载下来，效果相当不错，救治了很多这个病人。他们大胆尝试，取得了很好疗效，救活了很多人。他们4人也因此名声大振，后来被中医界合称为伤寒4大金刚。这次经历让陈伯谈真切感受到了好医术对救治人民疾苦的直接效用。广州大马站是清朝越秀古书院群所在地，因此又称书院街。广州鼠疫5年过后，光绪25年，陈伯谈正式弃儒从医，在这里设馆挂牌，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进入医学领域之后，陈伯谈丰厚的学识基础与医学的专门知识融会贯通，相得益彰。他所著的《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是他几10年来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硕果，在医林中独树一帜。陈伯谈不但医理高明，在用药方面敢于突破成规，他的临床用药更是经常让同行瞠目结舌。因为他的处方用药量之大，远超过一般的医生。像一般认为有毒的药物附子，他经常用到3两甚至6两，故获得了陈大剂的名号。技不在大小，而在于疗效。陈伯谈陈大剂凭着独特的用药风格，成为近代广东口碑长盛的名医。又到清明时节，陈伯谈的后人从5湖4海汇聚到广州白云山的陈伯谈墓前，悼念自己家族引以为傲的先祖，缅怀这位给岭南岐黄做出巨大贡献的大中医。三鞠躬，拜拜。岭南名医代有传续，何梦瑶辞世118年以后，另一位何姓岭南名医，我国当代骨伤科流派10大名家之一何竹林诞生。来，这就是我们的展览馆了这一块匾呢，就是
陈策为何竹林贴的一块整块的木匾。我们还可以看到何竹林医务署。那么我们现在这个西关政府博物馆呢，就把它收回来，作为一个历史文物。陈策将军就是抗战以后第一任广州市的市长。1882年，何竹林出生于广东南海，他的父亲何良贤精通武技及伤科医术。何竹林受父亲影响，自幼酷爱习武学医。8岁起，先后拜广州光孝寺一高僧和番禺一位民间武林高手胡贤全师为师，经10年勤学苦练，武艺医术大有长进。18岁那年，他按照以前跌打功夫的行规，开始走江湖，一路北上行医卖药，广交朋友，访名师同道。3年时间的游历，不仅提高了他的医术武艺，还磨练了他的坚强意志，同时让他体会到了更多的人间疾苦。游历归来后，年仅21岁的何竹林立志悬壶济世。这里是广州西关，明清时期此地商铺林立，商贾云集，故而也是医馆聚集之地。当年何竹林的医馆就开在文兴大街和乐善戏院一带。他在西关开馆行医不久，便成功救活了一位坠楼重伤的老妇人，一举成名。係孫中山嘅國民革命軍同當地嘅商團呢，喺我哋而家西關嘅人民路發生咗一場呢個火拼，其中一個市民呢被流彈射穿肚皮，腸管外露，咁揾咗何竹林。送咗何竹林嗰度救治啊，因為當時咧就佢哋去嗰度，何竹林用佢嘅生肌膏同佢清創啊，事後呢個病人咧嘅家屬送咗個匾額，就叫做破腹穿腸能活命。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进犯广州，侵略者的飞机对市区狂轰滥炸，居民多有死伤。何竹林义愤填膺，组织民众救护队奋战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何竹林治疗跌打损伤的绝技，在抗日一线发挥了极大作用。这诊所就在这里，就在这个位置。抗战时期，何竹林用的绷带，你看这个绷带呢，已有3国的文字，绷带帮救治病人了。他在家里呢，搞了一个叫做西关正医署就抢救一些病人西关何氏正骨手法讲究刚柔逼直，刚是强力，柔是缓力，逼是推力，直是压力。1956年，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前身广州中医学院成立。年逾古稀的何竹林受聘到该院任教，奉献出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疗效显著的骨科秘方、治疗手法和用药经验，主编了中医骨伤科学等教材，对新时代中医骨伤科的创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72年1月20日，何竹林病逝于广州，享年90岁。作为何竹林的弟子，李主江秉承这种大医精神，不断地将西关正骨发扬光大。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末，上面的人物跟何竹林一样，都是岭南骨伤科名家。
其中李广海代表的佛山李氏骨科也是赫赫有名。又到了每周一出诊的日子，在佛山市中医院陈卫良诊室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列。年届80的老中医陈卫良是许多患者重获健康的希望。每日出诊的时间有限，但他总能多看一个是一个，这也是从他老师李广海那里传续下来的工作风格。佛山中医院正门口摆放着岭南正骨名医李广海的铜像，每当走过老师的像前，陈卫良还会感受到老师的期许目光。如今陈卫良老人仍然清楚地记得是如何跟自己的老师结缘。因為我讀完中學畢咗以後，原來送我去衛校讀書，我就唔去。我中意中醫，所以主管衛生就叫我去俾李廣海考試。我去李廣海度考試3個月，就做啲好多我能夠做嘅嘢。咁佢咧就同當時嘅衛生主管問我願唔願意跟佢學，咁同我傾過，冇問。咁我就跟咗佢2年，就正式考試出書。100、200、300。自古以来，医武同源，尤其是在岭南地区，佛山更是最具代表。岭南骨伤科大家一般都是习武出身，从李广海的父亲李才干到李广海，再到陈卫良，都是练家子。当时陈卫良与李广海能结下这师徒之缘，也是在一招一式中。譬如單人復位肩關節，單人肘關節脫位，我單人復位。嗰陣時我體力相當，我就玩拳、紅拳，臂力過人。我嗰人運動40斤重嘅石鎖單手，20斤重嘅一對石鎖拋手。嗰陣洪聖堂好多有咩堂口揾佢作為一種保健。掛個理事有咩傷就揾佢，乜乜堂嚟㗎，得啦整完咧，得啦翻去啦，俾埋藥唔收錢。仲有一個身份咧，即係啲地下黨個人員隱蔽身份喺嗰度，傷咗啲俾啲藥佢拎佢，跟佢哋係咁嚟。陈卫良所说的洪聖堂是当時嶺南地區最大的武館。按照論資排輩，李廣海是洪聖堂第3代的弟子。李廣海咧，佢係佛山嘅舊時講咧，好多人傳就係佢係中醫聖手啊。而且佢呢個名咧，除咗你佛山、廣州，到你香港、新加坡、東南亞都知佢個名。而且喺嗰個盧溝橋事變咗之後咧，紅聖館組織個抗日大刀隊，去同埋去啲社團學校教授嗰啲大刀殺敵嗰種咁樣嘅招式啲刀法啊。咁李廣海咧又開咗一個戰地救啲救護班，又喺度裏邊咧又係教人點樣戰地救護。
日本仔1938年日本仔打到嚟廣州佛山之後咧，紅聖館又是停咗啦。停咗之後咧，咁李廣海咧就喺翻佢自己嘅醫館就繼續行醫啦。嗰個當時珠江三角洲嘅游擊隊啊，當時叫係廣游二支隊，咁咧就經常有啲傷員病員咧就偷偷摸摸咧就送俾阿李廣海醫嘅。李廣海擅長醫治筋傷骨折、槍炮彈傷及燙火傷。他創制的李廣海跌打酒、李廣海跌打丸遠近聞名，行銷國內及東南亞，是佛山的傳統名藥之一。1961年，李廣海以豐富的臨床經驗編撰成《中醫正骨學》一書，書中不僅精闢地闡述了骨折脫位的診斷與治療，還介紹了內服經驗處方31條，外用處方11條，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醫學遺產。每到清明時節，陳衛良老人都去一個地方，這裡就是師傅李廣海的醫館。擺放在藥櫃上的瓶瓶罐罐，他都再熟悉不過了。駐足凝望，抑制不住對師傅最深切的懷念。一早，梁宋明教授就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梁教授在這裡言傳身教18個春秋。梁宋明是梁氏內科世傳的第3代，梁漢芬是梁氏內科世醫的奠基人。梁漢芬生於1876年，在清末民初的省醫生考試中一舉奪魁，曾任教於廣州中醫藥大學的前身廣東中醫專門學校，培養出了一大批中醫名家。如今，梁宋明對祖父的印象仍記憶猶新。我祖父呢就係一個好平和嘅人嚟㗎，佢最大嘅特點呢，一個讀書，一個就係教書，一個就係睇病，熟讀經典而不離古，就係呢亦不費金。咁佢呢個係比較開明嘅咁嘅老中醫嚟嘅。咁所以呢，佢喺呢個教學過程裏邊咧，咁佢有時講到啲病啊，咁佢就引咗啲西醫啊，嗰啲一啲論點啊，結合中醫啊，就啟發大家對呢個病嘅理解啊。咁所以學生咧就好歡迎佢講課嘅。梁漢芬為近代開明中醫，他認為中西醫各有所長，應相互取長補短。他在編著講義時有引用西醫理論，而由他編寫的診斷學講義、眼科講義等教材，在嶺南醫學領域奠定了重要的有依據的理論基礎。4代名醫一脈源，杏林春滿玉南天。正因梁氏謙虛謹慎、兼容並包，終成一代名家。自古以來，名醫所以成為名醫，或者源於醫術高超，或者源於醫德高尚。如果兩高兼有，那就足以名垂史冊了。留名至今的嶺南名醫，他們身處嶺南特定的自然環境之中，探索中醫大道，
救人民疾苦，承担各自的时代使命，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是岭南岐黄的光彩和脊梁，岭南岐黄因他们的努力而不断得以跃升历史境界。古代对道地药材的概念就是从临床疗效来的。每一物都有适应其生长的最佳境遇，中药谓之道地。在岭南这片沃土上，无数人为了道地药材专心致志，竭尽全力。真是好东西，全身都是宝。敬请收看《悬壶岭南》下集《道地南药》。